有请主持人撒贝宁、尼格买提。加油，向未来，你的前方是星辰大海出发。趁现在，你的起点是脚下的时代。加油，向未来，唤醒心中沉睡的热爱。奔跑，别等待，寻找春暖花开。加油，加油，加油，向未来！加油，向未来！欢迎各位收看中央电视台大型科普节目《加油向未来》，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品质、智慧、和悦。让汽车驱动梦想。本节目由东风汽车独家冠名播出。科技劲酒助力未来。本节目由中国劲酒独家特约播出。劲酒给生活加把劲儿。亲爱的朋友们，您可以扫描屏幕小程序码参与由金鹏电动3轮车独家赞助的直播赛同步答题，赢取精美大礼。只要您来答，一定有收获。首先还是要欢迎一下坐在我们猜想席上的24位猜想团的成员，欢迎大家的到来。全场最资深、最德高望重的还是我们的曹老师，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曹泽贤老师，作为我们全场的科学顾问。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上一期最后留下进入争夺战的2位选手陈坤宇、韦坤杰，有请2位。超长少年陈坤宇，2015年第32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辽宁省1等奖，16岁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就读，精通天文学、量子物理、科幻小说写手。口才帝韦坤杰，16岁，成都外国语中学高1在读，擅长科学史、有机化学、人文地理。请2位走上对战席。为您加油！加油加油！好，说一下今天这场你们2位各自的对战宣言。我今天的对战宣言是：风里鲲鹏七大鸟，雨中雏燕尽清军。我这一期的对战宣言是：我来，我见，我胜利。好，有请各位和我们一起开始我们今天的科学之旅。你拿的是什么？在我手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物件，小尼能看出来是什么吗？这个是我们农村啊，这个拉磨的时候啊，把这牲口拴在上面，然后得了吧，这是你们家浴缸的那个塞子。有这样的塞吗？这肯定不是一般的东西。这个东西啊，其实在材料界啊大名鼎鼎，可以这么说哈，曹老师在材料界大名鼎鼎。这其实是一块磁铁，叫女铁硼磁铁，一个金字旁加一个女。据说这种磁铁的磁力是目前世界上磁力最强的人造永久磁铁。现在我们用它来现场做一个实验，感受一下女铁硼磁铁的强大磁力，好不好？我需要征集4位志愿者，2男2女。这位来，1位，第2排那位2位，3、4，好，来。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验证的环节，我们来看看究竟这一块女铁硼磁体能够承受几个人的重量。请实验员上道具。一个铁架子连接着女铁硼磁铁，下面挂着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和磁铁当中呢还有一个拉力计，
也就是稍后我们可以测出这个磁铁实时承受的拉力。接下来，我们先有请2位男生，对一，起上，对，脚相互，对，对，同步一点。走，好。接下来，我们有请2个女生，来从前后两侧，前后两侧，对，先把一只脚迈上去，另外一只脚千万不要放在这个铁板，对，先放一只脚，3、2、1，走走， ，1走，走，没问题。完全没有问题。现在实时承受的拉力是273.5公斤，还能再加码吗？我稍微轻一点儿，我留到最后。让我来，你先来。大家一定要抓住中间的这个手柄啊，千万不要松手。不是，我上去就断了，岂不是很没面子4、3，小尼就是最后电梯超重的那个人。2、1，走，走。别说话，现在的实时指数达到了544，哪有那么重343。快，我觉得小撒一定会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滴滴滴，滴滴滴，等一下，等一下。你2只脚都没上去，就上了1只脚，就实际上就多了那么一点力量，我就是压垮骆驼的那一根稻草。哇！哎，最后那个数字，它能固定在最后那一下吗？我看看，359公斤，真的是最后半根稻草，就是半根稻草，所以它的承受的极限就这么一个小圆圈，360公斤。所以这样的超强磁铁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生产当中用途应该很广吧？大家知道我们地球是有磁场的，嗯，地球磁场的强度差不多是0.5到0.6高斯，它已经能够让一个小磁针转动了，这就是所谓指南针的工作原理。如果磁场很强的时候，我们会换一个单位，叫特斯拉。1特斯拉是1万高斯。那么我们今天所用的这样的一个铝铁硼永磁体，据说记录能达到7个特斯拉，就7万高斯，相当于地球磁场的14万倍。谢谢曹老师，也谢谢我们4位。今天我们的第一个实验就和这个磁铁有关，来，我们一起进入实验区。在我身后有一个高度为2米、宽度为1米的一个秋千啊，它的重量是30千克。秋千的另一端，我们连接了一个铝磁铁，我们是通过一个定滑轮的装置，让它吸附在一块2毫米厚的铁板上。实验桌上摆着 A、B、C 3个选项 ，A 是一桶液氮。它的温度是0下196摄氏度 ，B 是一个振动发生器，它的频率是每分钟3000下 ，C 是一个煤气喷枪，它喷出的火焰的外焰温度可以达到1800摄氏度。接下来，请各位猜想团成员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哪一种操作能够让铝磁铁在90秒之内退磁 ？A. 用液氮降温 ；B. 用振动发生器来振动 ；C.
用煤气喷枪来加热。时间要记完了。答题时间到，请各位亮一下你们的答案。C 和 C 都是加热吗？我看到题的时候就对我的答案非常笃定了。这种东西如果不笃定的话，也就不是学物理的了。两位说说你们的理由。平时了解到，就是如果要退磁或者说消磁的话 ，A 它其实有一定的可能性可以让它褪去磁性。我觉得 C 高温它也可以就是让它褪去磁性，但是我觉得呢 ，C 要稍微保险一点，因为1800摄氏度是一个较高的温度，然后液氮的零下196摄氏度的话。我不确定它能不能够让这个东西变成一个超导体。就是在2个选项中，其实你也不是非常笃定一定是 C， 只是 C 的可能性你觉得比 A 更大。对，我是学物理的，我就说的专业一点了。你是觉得他说的不够专业吗？直接打对手的脸。这个现象叫铁磁相变，相变指的其实就是物质性质的变化。而铁磁相变指的就是铁磁体在温度足够高的情况下，它的铁磁性会消失这样一种变化。在生活中的应用呢，我们都知道电饭煲的保温功能是把它维持在像100度出头这样一个温度的。这是为什么呢？在它的温度超过103度的时候，电饭煲中的那样一个永磁体就会因为温度过高而发生铁磁相变，失去铁磁性。这样一来，开关断开，就暂时不加热了。而温度降回去之后，磁性又恢复，开关再次接通，继续加热，就可以实现说把电饭煲里的饭维持在接近100度左右这样一个温度。电饭煲里居然也用到这个理论呢？他的这个说法可能是有问题的。一般我们做开关嘛，都要求使用的过程是可逆的。一个铁磁体随着温度的升高，超过这尼尔点以后呢，它会失去磁性。但是反过来对它进行降温的时候呢，不一定能够完全恢复它的磁性啊。所以说呢，使用这种铁磁体作为开关是不合适的。实际的电饭锅里面使用的可能是一种反铁磁的记忆合金，利用的还是它的铁弹性性质。随着温度的升高，开关器件呢形状改变，把电断开了，然后呢后面的继电器让整个电路处于断路状态。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所谓铁磁体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里面就每一个原子相当于一个小磁铁。如果每一个小磁铁的磁场强度是一样的，并且呢都严格按照一个方向整齐排列的话，这种磁体呢我们管它叫铁磁体。如果你温度加热到一定高度的时候，这个小磁铁的方向各个方向都有，那么整体上的就是相当于磁场强度加起来就等于0，它的力量就没了。发生这样的一个温度呢，叫距离温度。这个距离指的是皮埃尔距离，就是居里夫人的先生。我们接下来直接开始验证 A、B、C 3个选项，好不好？小妮，我已经准备好了。你怎么我知道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对不起，今天这个实验我不想再跟你挣扎了，我已经受够了。今天这个实验非常好玩，没有人说让你玩，下来。那我就更要下来这里了。这个实验昨天我就买票了，下来。真的吗？对，那你来，下来，下来给他穿那个防护装备。我们本季唯一一个终身实验员，尼格买题。好，小尼在实验员的帮助下，正在小心翼翼地登上秋千。接下来，我们有请实验员为我们验证选项 A， 用液氮来对女磁进行降温，90秒钟。请注意，我们只给90秒。我们从液氮接触磁铁开始计算，预备，3、2、1，开始，计时开始。现在选 A 的
包括我在内，心里都在打鼓。究竟这块铝磁铁能否坚持住90秒？90秒。这块大概有多高的温度呀？液氮是沸腾温度是负196。这块铝磁铁已经变了脸色了，它冻青了。冻青了。哎呦，大家别说，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这个液氮啊，飘过来，我的整个脚脖子冰凉冰凉的，好舒服。小四儿，哎，你看到那个白色的不是液氮，是它凝成的水蒸气啊。对呀，你看到白色的是水蒸气。时间马上就到了，看着没有什么变化。看来这个选项已经没有太大希望了。时间到，谢谢实验员，谢谢小倪。好了，很显然，小倪仍然还安稳地站在秋千上，并没有发生大家期待的那一幕，所以很显然 A 降温不可能。来，我们验证答案 B， 验证开始。90秒钟，能不能把小倪震下来？25秒。9、8、7、6、5、4、3、2、1，停！快停！停！哎呦我的妈！震动显然对于铝磁的磁性也没有任何的影响，至少目前没有看到。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为我们实验护航的安全员。我们要感谢来自大厂回族自治县公安消防大队的消防员来为我们第3个选项进行安全保障，欢迎2位。好，我们的消防员也已经严阵以待，我们的实验员现在正在做最后的检查。煤气喷枪外焰温度达到1800摄氏度，90秒钟计时开始。如果刚才我们其中一位猜想团成员说的没错，大概在700摄氏度的时候，它的磁性就会受到影响的话，那么我估计应该用不了90秒。已经过去了30秒，情况不容乐观。小倪目前还稳稳地站在秋千上，并没有四仰八叉。还剩40秒，好像没有反应啊。但是我想，也许不一定非要把这块这块尽管内心非常的恐惧，表面上还要镇定自若。谢谢小倪。也在此祝贺所有选 C 的朋友。谢谢我们的实验员，谢谢我们2位消防员，谢谢你们，辛苦了。第1道实验题，2位都不负众望，分别拿下1分，目前战成1比1平，祝贺他们。曹老师，这个实验带给我们的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科学启示？关于磁铁本身的应用和产生来说，特斯拉是1万高斯，那么我们要产生强的磁场，那么我们会努力有2种方向，一直是找强的铁磁性的材料，另外一种呢就是用电流去产生强磁场。我们国家现在中国科学院在合肥的强磁场实验室已经可以稳定的产生40特斯拉的脉冲磁场，应该说现在在冲击100特斯拉的记录，就是说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寻找永磁体这个方面，物理学家实际上是花了很多功夫，就找那个原子本身具有未配对电子的这样的元素。这样的话，我们就瞄准了这个稀土材料。
但是麻烦的地方就是稀土材料相近的元素非常多，它们混在一起。如果你没有办法获得高纯材料的话，那么也就谈不上进一步应用。所以说，稀土材料的应用真的是科学创造价值的典范。谢谢曹老师。所以今天我们通过这样一块小小的磁铁，看到了材料的威力，但是与此同时也给大家提出了一个课题，那就是各位用你们的智慧，在未来为我们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科技发展寻找更多可用的材料。拜托各位，谢谢。但是现在两方打平了，1比1。接下来进入双方1对1答题对战环节，加油！扫描屏幕小程序码参与直播赛同步答题，赢取精美大礼。只要您来答，一定有收获。首先把掌声送给我们2位对战的选手，一位是陈坤宇，18岁；一位是韦坤杰，16岁。今年高1，他是以史服人的独特答题思路。上一场在选手池里面看到陈坤宇比较强大的实力，对了，祝贺陈坤宇，心里比较忐忑。他懂得非常非常多，无可挑剔，不管是能力还是知识，真正的学霸。天游在 Alpha 中文名叫天津4，可控之变的目标就是复制太阳中心的核质变反应。前景星系指的是几个质量特别大的星系团。说这么简单的概念吓唬我们有意义吗？那需要我说难的吗？打败陈坤宇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其中任何一个人上去见陈坤宇都是抖腿的这种啊，只能凭手速了吧？好的，2位选手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面对你们的第一道线索抢答题。物理学家是一群聪明可爱的人，就像我们敬爱的曹老师。他们受好奇心的驱使，终身致力于探知世界的奥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物理学家。线索1，他曾提出受激辐射理论，后人根据该理论发明了激光。爱因斯坦。线索2，他对人类认识引力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理论曾预言黑洞与引力波的存在。好，陈坤宇，预言黑洞存在的是施瓦西。你确定吗？他在1战时期解出了爱因斯坦场方程的施瓦西解，最先预言了黑洞的存在。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你的回答是。咱们答案里面有他。很遗憾，你的回答是错误的。让我犯傻了，因为我把第一个条件是什么给忘了，然后就错了。陈坤宇答错的时候，我心里长舒了一口气，肯定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千万不要把这道题给错失了。线索3，他有一句著名的话：“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我觉得说完线索4都能猜出来。线索4，他曾拍过一张吐舌头的经典照片。告诉我，他就是爱因斯坦。一张吐舌头的照片，是这位科学家在自己72岁的生日晚宴之后拍摄的。晚宴结束之后，这位科学家非常的疲劳，但是记者还是扒开车门说要给他拍张照片，要求他露出笑脸来。但是那个时候爱因斯坦非常无奈，所以他吐出了舌头。韦坤杰，你的回答是正确的，加上1分。好，我们来继续看第2道题。动物是人类在地球上的伙伴，也是人类了解自己、认知世界的重要参照。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一种动物。线索1，它主要生活在非洲，身高可与姚明匹敌。我记得是鸵鸟。线索2，它的脚只有2个指头。那应该是鸵鸟啊！点错了，点错了。线索3，刘翔、苏炳添、张培萌与他赛跑毫无胜算，身高和姚明匹敌，2个指头，跑得非常快。鸵鸟，他上面确实不好猜。最后一个线索，看你们的手究竟有多快。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鸵鸟。
在听完第一个线索，我就已经知道是鸵鸟了。我不能够100%的确定鸵鸟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其实心里面很后悔。好的，陈可宇，你的答案是鸵鸟。是的，它的速度有多快？鸵鸟最快时速可能快70公里了，所以肯定是比任何一个人类短跑运动员更快的。目前人类100米最高的速度保持者是博尔特。经过科学的测算，博尔特最快每小时是37公里。你的回答是正确的，鸵鸟。现在场上比分是2比2平，加油！来看第3题，我们居住的星球有各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气体，科学家利用气体的各种性质为生活和科学研究服务。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气体的名字。线索1，它的相对分子质量是28。韦坤杰，应该是氢氦肯定不对，氧是13，二氧化碳是44。氮气吗？应该是氮气。请你补充其他3条线索。它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气体，因为它在大气里面占有的体积大约为70%左右。78%。它在生活当中会有哪些应用？好像我们吃的膨化食品，它们里面填充的就应该是氮气。对，它被称为防腐卫士。对。还有刚才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那一罐是液氮。液氮。好的，你的回答是正确的，加上1分。韦坤杰现在领先，陈坤宇加油。这道题因为很简单嘛，这手速不够快啊。来，请听你们的第4题。电磁波是物理学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它的应用推动了整个人类的技术发展。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电磁波。线索1，它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神秘射线。那就是阿尔法、贝塔、伽马、X 吧 ，X。线索2，医院里常见的死。会突然要下来了。然后就可以看到，应该是 X 射线吧 ？X 射线也。如果我学术一点说的话，它叫伦琴射线。为什么叫伦琴射线？因为它是由一个叫伦琴的人发现的。好，那我再问你，人类第一张 X 射线照片拍的是什么？手吧。伦琴的手。伦琴的手？对。谁来告诉我？是伦琴妻子的手，并且上面还有一颗伦琴送给他的戒指。非常好，好，恭喜你回答 X 射线完全正确，再加上1分，所以现在的比分是4比2。韦坤杰，恭喜你成为答题类主。其实心里是特别高兴的，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战胜陈坤宇。哇！有人能把陈坤宇打下去。完了，我跟他说我要请他任何事，他要赢了他。确实是自己没想到，说陈坤宇被韦坤杰给打败了，这个非常出乎了我的意料。很遗憾，陈坤宇现在只能回到选手池里。考虑到后续还有这么多期，我再出来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咱们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选手积分榜上的积分，陈坤宇依然是位列第一，5分；林然3分，韦坤杰得到1分，位列第3。好了，接下来代替陈坤宇站在答题台上的是在上一轮当中答题正确率最高且答题速度最快的，来自哥伦比亚大学21岁的李佳辉，祝贺你！哥大男孩李佳辉，哥伦比亚大学生命科学系大2在读，文理兼修，爱好诗词，擅长神经科学、生物化学。掌声欢迎李佳辉站上答题台。来吧，新的挑战者佳辉，介绍一下你自己。大家好，我叫李佳辉，我的对战宣言是：海盗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见证的是2位你们之间的精彩较量，让我们一起进入下一道实验题。本节目由东风汽车独家冠名播出，人工智能生态汽车全新一代 AX7 来自东风风神。
扫描屏幕小程序码，参与直播赛同步答题，就有机会获得节目同名书籍折扣券。那么这道实验题，我们给2位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呢？首先，我们先上一个小的道具，我跟小倪先给大家带来一次特别的验证。来，有请。这个小车就是运送货物的平板小车，来上货。我怎么就成货了呢？咱俩都得上。我们俩同时站在一个可以运动的摇晃状态中的平板小车上，然后各自拿上一杯斟满的劲酒，中国劲酒。对，劲酒虽好，但不要贪杯哦。我们的规则是这样，稍后呢，平板车会进行晃动，我们2个人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保护自己身体的平衡。好，首先我先蹲下啊，然后你采用站立的姿势。好，准备好了吗？好了，预备，晃！看我，稳如泰山。1、2、3、4、5、6。好，谢谢。接下来你们仨可以试一试，幅度不用那么大，但是快一点晃，看看有没有可能，好不好？来，接下来你可以蹲下了。我把这个轴调好啊。好，来，好，对，好。怎么样？怎么样？知道什么叫平衡高手了吧？这么好的酒太浪费了。所以你看，同样是晃动，但是不同的频率和幅度，完全效果。所以你的屁股刚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是用膝盖来缓解它这个晃动对我产生的冲击，我的膝盖变成了像弹簧一样。我们俩试一试。好。行了行了，这哥几个，你们这怎么喝了敬酒了？是怎么着？好的，我的目的也差不多达到了，接下来干吧！干！科技劲酒助力未来。本节目由中国劲酒独家特约播出，劲酒给生活加把劲儿，干杯！谢谢我们的实验员，谢谢你们，曹老师。刚才我跟小倪的这个表现，您如何评价？一个体系被另外的体系晃动，这是我们力学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叫受迫振动。意思就是说你是被它强迫着振动的啊。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个体系，我假设一下，这是我的小车，这是你们俩。为什么这俩球有高有低的？这都没有差那么多吧？第一件事，我们一定要确认一下这个各自体系啊自己的频率是多少，叫本征频率。它的本征频率是多少？大家可以看一下。哦，你看这个晃动的快，你的频率高；小倪是这个晃动的慢，它的频率大一些，它的频率小一些。如果晃的时间长的时候，当晃动频率和你的本征频率接近相同的时候，我们说这叫共振条件。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看慢慢晃的时候，谁的晃动不大？你看站着的那个。啊，对啊，就是说这是低频的。对。好，现在我加快频率。还是站着的那个。哎，不，你看，是蹲着的那个。对。它发生共振是一样的，但幅度就大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当你蹲着的时候，我让他们加快频率，你反而幅度更大了。对，你的酒洒得更多。所以蹲着不是一个。但那会儿我站起来了，反而我可以跟着来调整。其实曹老师为我们解读的这样一个物理的现象，绝不仅仅是曹老师身前的这个小小的模型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中国目前拥有的世界第一高度的楼体也越来越多。那么这些高楼大厦，它高度越高，它的稳定性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安全因素。尤其在大风天或者是在一些极端的气候条件下，如何保证这些摩天大楼的稳定性？这就是科学家们绞尽脑汁要解决的办法。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到外场去看一看刚才我们做的这个小实验，如果给它放大无数倍之后会是什么样？请看。 全世界超过300米的超高层一共有100座，中国就拥有51座。现在我在抬头仰望的，就是我们中国第一高啊，世界第2高的632米的上海中心。哇，你看它整个姿态像不像一条龙，盘旋着就直冲云霄了？但是你要知道哈，高处不胜寒啊。设计师在建造如此之高超高层的时候，需要面对很多的困难和阻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哇哦！ 呼啸而过的强风啊！然后直入云霄，好美啊！我还没进去过，对我都没去过。像不像穿越到了某部科幻电影的场景里面？身后这个神秘的大家伙就是这儿的定楼神器。现在站在我身旁的就是我们上海中心结构技术总监宋伟宁老师。宋老师。 这就是传说中的阻尼器了吧？你刚才问的是我们阻尼器的艺术品部分。哦，就上面这个好看的。真正的阻尼器是由4组钢缆、加质量块、加阻尼装置和保护装置所组成的，约20米高、1000吨的阻尼系统。1000吨呢？这相当于500辆小轿车，相当于一个停车场在这儿了。是的，这个是世界上目前质量最大的摆式阻尼系统。 那如此重的这么一个阻尼器，在我们大楼里面，它作用是什么呢？有了这个阻尼器，当风使楼体摆动的时候，阻尼器会产生与大楼运动方向相反的摆动，来抵消建筑物的晃动。接下来，请我们所有猜想团的成员，包括我们2位对战选手，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请问，阻尼器将位于超高层建筑的什么位置，才能有效地起到稳定楼体的作用 ？A. 大楼底部 ，B. 大楼中间 ，C. 大楼的顶部。到底是搁在楼底，还是搁在楼层的中间，还是搁在楼顶？这个阻尼器才能在楼体发生晃动的时候，最有效地阻止这种晃动的发生。真的是猜了 ，C。我要看到有个人选 A， 我就崩溃了。 来看一下各位发送的答案。哦，2位对战选手，韦坤杰选了 A， 另一位选了 C。我们分别来听一下各位的想法。首先从 A 开始。通过刚刚的小实验，我们知道，如果一个物体它越长，或者说放在这个地方就是越高的话，那么它的频率是越低的。因为我们知道大风来的时候，肯定是顶层最容易晃动。 然后地基是有，所以它要稍微牢固一点。如果说想让一个大楼真正不倒的话，它应该是在底部，就是底基最重要。答案 B， 哪位说一说你们的想法？来，这位。我也不确定是选 B 还有选 C， 但是 A 是肯定不对的。因为我们知道，阻尼器它的原理其实就是依靠它的惯性来对它上一个阻尼。 如果要是没有位移的话，它是不会有那种惯性的阻尼作用的。建筑物的摆动，如果不是有地震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是由于风，然后风对建筑的压强是随着高度的上升而逐渐变大的。我们在设计高层建筑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会考虑到底部的重量要更敦实一点。对。如果要是一个很重的东西在顶层的话，可能像地震这种情况，它会让它更不牢固，所以我会选择在中部。对。 他刚才说到那个高层建筑底部敦实的问题，就想到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啊，它其实就像一座塔一样，对，底部非常宽广，然后越往上越小，越往上越小，越尖。在听完一个清华大学学建筑的猜想团成员说他的答案是 B 之后，我想看看有多少人想改成 B。我选择坚持我的答案。你坚持为什么？ 因为刚刚赵仁同学也提到了，就是高度越高，那么风受到的阻力会越小，那么它对这个建筑的吹拂的摇摆程度会变大，所以我觉得应该在上方的部位加一个阻尼器，然后跟它以完全相反的方向来震动，这样会比较好的来抵消它对这个建筑产生的飘动或者应力。我想说关于这个字的读音问题，不叫阻尼啊，就是这个字尼实际上是有3个音，第3声尼是阻止的意思。 所以说应该是阻尼器。阻尼器。好了 ，A、B、C 3个选项都各自有选择的人，并且也都说了理由。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在现场
通过一种方式来让大家直观的进行验证。今天在现场，我们给大家建了一座模拟摩天大厦。哇！进入实验区。这就是我们的加油向未来大厦。哇哦，好高啊！这座大厦有多高呢？有多高我不知道，但是是用塑料管搭的。对。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毛坯房，没有装修，但是结构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用它来进行验证。首先，我们验证选项 A， 有请实验员。现场设有一座由塑料管搭建而成的大楼模型，模型底部是一台能发出相同摆动幅度的震台。实验员用20公斤重的圆球来模拟大楼中的阻尼装置，将分别放置在大楼模型的上、中、下3个位置。当震台开启时，模型将会左右摇摆。一旦大楼模型的摆动范围过大，就会碰到两旁的红色激光，触发声音警报。好，接下来我们验证选项 A。首先开启激光安全范围。好的，震动器开启。我有一种预感，它要塌。哦，但还好，因为它上面轻。哦，哦。通过我们现场的验证，选项 A 触发了激光警报。接下来，我们验证清华大学建筑学系的这位同学选的 B。来，请实验员。请各位别忘了，我们稍后要验证的是，究竟哪一种情况下摆幅最小 ？B 是不可能的。接下来我们验证选项 B。同样，开启激光安全装置，稳住啊！震台。启动，阻尼器开始晃动了，开始晃动了。哦，但是实验停止。哎呦呦呦呦呦呦呦！赶紧停下来，震台，震台停。好，接下来我们验证选项 C。不会待会儿塌了吧？选项 C， 开始验证。激光已经做好了，准备，震台开始启动。风来了，风来了！啊！哇，这个。但是现在好像楼体稳定了下来，哎，阻尼器开始发挥作用。楼体现在没有超出警戒范围，仍然还在安全结构范围内。阻尼器还真的在发挥作用。阻尼器对，在跟随，它是在往相反的方向摆动。对，就像你最早的时候那杯酒一样，给它一个力。对，往反的方向摆动。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它还是有一些大幅度的晃动的。看来阻尼器放在中部和底部。楼体的结构安全起到的作用，都不如它挂在顶上。正确答案就是 C。所以我更想看一看上海中心的阻尼器，它安装的位置到底是不是在顶部？小陆，我们要往上走去寻找答案。那么哪一层是我们的答案呢？
我们应该让小鹿采用爬楼梯的方式来验证。观众朋友，现在我爬到了第22层，还没看到26层，会是这儿吗？没错，你看到了，我们的阻尼器就在我们上海中心大楼的第126层，那个接近于我们整个大楼最顶端的位置，所以它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叫做巅峰之眼。你答对了吗？古有定海神针，今有定楼之眼。来，我们请曹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到底为什么？就是我们用一定的信号去驱动一个体系去振动，这个是力学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用专业术语来说，这叫受迫振动。阻尼器的设计有多种原理，但是最根本的始终是让振动体本身的动能做功消耗掉。有一种非常简便的阻尼器的设计，就是让金属穿过磁场，那么磁场会在金属体内产生涡流，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振荡体的动能转化成了电流，然后最终转化成了热能，达到了减震的效果。这是两个类似单摆式的这样的金属件儿，当它振动起来的时候，如果没有磁场的话，它的振动的时间会很长。那么，如果我把这个金属单摆置于这样的一个磁场中的时候，由于它穿过磁场产生涡流，这样就能达到阻尼的效果。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金属片是一个完整金属片的这样的一个单摆，很容易就静止了下来。而如果我们把这个金属片做成刷子形状，那么在这里面产生涡流就会很困难，它的阻尼的效果就差一些。谢谢曹老师。无法想象，如果没有阻尼器，我们怎么可能建设一座座的摩天大楼？对，所以这是结构工程师的聪明才智。所以在这个题目的背后，其实也是考察了大家对于力学的一些基本的常识的掌握。好，这道题目过后，两位1比0。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这个环节的1对1比拼。扫描屏幕小程序码，参与直播赛同步答题，赢取精美大礼。只要您来答，一定有收获。我手里有5道题，这5道题都是线索抢答题。如果抢答错误的话，不扣分，但是呢，你只有1次抢答的机会。看看谁能够在下一轮对战所有的猜想团成员。请听题。化学是我们在学习科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门学科。学习化学，开拓视野，化学工业改变世界。请根据线索说出一种生活当中常见的化学物质的名称。线索1，它是白色小晶体，汽水泡泡发生剂。啊？线索2，它一受热就生气，用作食品蓬松剂。韦坤杰，我现在有2个答案，因为我觉得碳酸钠和碳酸氢钠都是。我佩服你，有2个答案你就敢按抢答。但是碳酸氢钠的可能性要大一点，所以这道题我答碳酸氢钠。它是白色小晶体，汽水泡泡发生剂，它一受热就生气，用作食品蓬松剂。它的成分不复杂，氢、碳、氧、三还有钠。它的别名都有啥？重碱、重曹、小苏打。小苏打，小苏打，碳酸氢呢？你是一直到小苏打你才知道啊？我一开始想到了小苏打，因为我知道它碳酸氢都是最后3个字了。好，继清华大学走了1名学生之后，哥大也不远了。碳酸氢钠，正确答案，加1分。现在已经1比1平，请听第2题。科学家是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来探索未知、发现真理的一个群体，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科学家他的名字。线索1，他曾担任英国皇家学会实验室主任，并对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做出贡献。
小粉牛顿。有人听到万有引力，立刻就摁下了抢答键，请回答。是谁？我觉得应该不是牛顿吧。我的答案是要求你说出他是谁，而不是说你排除谁。英国人科学家又是万有引力定律，那100%就是牛顿了。但是我一抢完，我就觉得，哎，糟了，不对，牛顿他可能不仅仅是做出贡献这么简单。我想考虑一下。我觉得他应该不是牛顿吧？脑子都已经混乱掉了。请回答。我就随便说一个吧，就伽利略。伽利略是哪人啊？就不知道。伽利略是意大利人。很遗憾，我们的选手韦坤杰没能回答出这道题，因为按照规则，对方可以听完所有的线索之后再回答，而对方擅长听到小苏打才知道是碳酸氢钠，所以对他太有利了。好，牛顿曾对他说：“如果我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像你这样的巨人的肩膀上。”答吗？再等等。线索3，他曾发明双镜片显微镜，并且第一次提出了 “cell” 细胞这个词儿。哦，你没有机会拍了，你吓死我了。不好意思。还不知道？我想我应该知道，但是我想确定一下。OK， 线索4，他提出了弹簧拉力与伸长量成正比的定律，这我就知道了，胡克定律，所以是胡克。F 等于 kx， 这是道物理题。能说出他的全名吗？列文虎克。错了，罗伯特虎克。到底是谁？真的是罗伯特虎克。列文虎克是第一次观察到微生物，但是你前面大大的写着一个英文字母 fail， 你是答错的那位。我知道。那你能不这么得意洋洋的去纠正别人的错误？没有，因为这个就是大家很容易搞错的一个地方。当你说全名的时候，你说了列文虎克。韦坤杰说的非常正确，这两个人经常被大家混淆。罗伯特·胡克，英国科学家、博物学家，而列文虎克是安东尼·列文虎克，他是荷兰显微镜学家。巧就巧在这俩人都跟显微镜有关，但是列文虎克是微生物学的开拓者，他使用的是单镜片的显微镜，而罗伯特·胡克发明的是双镜片显微镜。正确答案：罗伯特·胡克。非常遗憾，这道题你听到了最后一个线索，但仍然没能得分。萨维尼老师说出弹性定律的时候，我就已经确定了是胡克，但是我却一时忘记了他的全名叫什么。这道题目答错是不太应该的。你有什么想说的？我说一下一件类似物理圈内八卦的事。就牛顿为什么说他站在胡克的肩膀上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呢？对呀，为什么呢？这是个嘲讽，胡克是个矮子。牛顿用他的万有引力定律解释了为什么行星是沿椭圆轨道绕太阳运转的，而胡克根据自己的弹性定律说，如果引力是和距离成正比而非平方反比的话，也是绕椭圆运转的。所以我先提出了引力定律，但这两个椭圆轨道有一些差别。在胡克的椭圆轨道中，太阳应该处于行星轨道的中心，而在牛顿的引力理论中，太阳应该处于行星轨道的一个焦点处，这就是差别。然后牛顿发现胡克想说自己发现了引力定律，而还没有把事情弄明白，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来嘲讽他，叫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你的意思，牛顿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他的确心胸不宽广，包括莱布尼茨也在整个物理学界被弄得很惨。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牛顿的确是一个情商很低的人。当时牛顿和莱布尼茨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各自独立地发现了微积分，但莱布尼茨呢，当时在学术界没有什么名气；牛顿呢，当时是皇家学会的会长。然后呢，他为了让微积分的发明权属于自己，他就用他自己的各种权势来打压莱布尼茨。后来人们根据其他的发现，确定了现在的主流说法。他们两个在几乎同一时间分别独立地发明了微积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还有谁要控诉牛顿？好，物理老师，连你也对牛顿看不过去吗？不好意思，我是帮牛顿夸夸他的。牛顿最好的朋友大家也很熟，他叫哈雷，也就是发现哈雷彗星的那个。并且呢，牛顿是一个很懒散的人，他写的东西呢就把它当。你是这么夸他的是吧？他写的东西作为手稿就在家里随便乱丢，直到有一次哈雷非常的关心他的成果，所以就逼着牛顿把这一本书写出来了。而这一本书就是现在物理学的开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哎，这道题怎么从罗伯特·胡克转到了牛顿的这么多八卦上？这就是科学家的魅力。不管他们之间是嘲讽也好，还是真情实感也好，至少我们确实是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现在1比1平啊！注意，第3题，物理量是物理学当中用来定量描述现象和本质的概念。它听起来十分的枯燥，但是在生活中却随处可见。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物理量。线索1。它在动画片当中的名字是真气、仙气、灵气、妖气、查克拉和小宇宙。我作为一个小时候不看动画片的人，我心里就是觉得自己肯定完了。线索2，它不能凭空产生，所以那种只奉献而不索取的永动机在自然界是不存在的。还没人抢。好。3，人有了它，精力充沛；人缺了它，饥饿疲惫。物理量。对。不抢是吧？不抢。决胜的一个线索。我估计第一个词出来，他们就有人要抢。卡路里和焦耳，卡路里和焦耳。物理量。等我想一想，因为我现在脑子里有好几个。你逗我玩呢，又好几个啊。我从第一个再就是回忆一下，先是动画片里的仙气、妖气、查克拉。你回忆到仙气儿呢干什么呀？随便答一个嘛。碳酸氢钠，好。你要听完这个线索吗？听完吧。卡路里和焦耳都是它的单位，但这个物理量是什么？其实说出来这个答案啊，简单的要命。能量。能量包括好多东西。确认吗？确认。回答正确，能量。能量是刻画物体运动状态和过程的抽象概念，它存在多种形式，并且在物体运动的过程中不断转换。能量守恒，它不能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所以人们意识到，违反能量守恒定律的永动机是永远不可能造出来的。这道题过后2比1啊，请听题。天文学是研究宇宙空间天体、宇宙的结构和发展的学科。这个学科古老而神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天体。线索1，它主要由岩石和冰组成，质量是月球的1/6。
体积是月球的1/3。线索2，它的英文名字叫布鲁托，也就是 Pluto。哎，我这手速真是比不过他。非常的紧张，因为最后只剩下2道题了。这个时候，我想着自己要是再不能多抢2道题，那我可能真的就要回选手池了。水星。水星的英文是 Mercury， 所以肯定不是水星。你坚定地保持了自己抢到必错的光荣传统，咋回事儿？可能有点慌。我知道答案，但是我觉得这个题儿挺好玩的，所以我还是想听完它。请注意，你也有过听完之后答错的光荣历史。线索3，它曾是太阳系9大行星之一，但后来不听了。前面 Pluto 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是冥王星，因为它的测算的时候发现它的体积和质量都不是像科学家们预估的那样，所以最后他们从太阳系中把冥王星给除名了。所以说答案应该是冥王星 Pluto。1930年，美国天文学家汤博发现冥王星，此后冥王星一直被称为太阳系9大行星之一。直到后来，人们在冥王星周围发现了很多颗大小相近的天体，那些天体都说，那如果它是9大行星，我们也要当。所以，2006年，冥王星被国际天文联合会从9大行星当中把名单划去了，降格为了矮行星。冥王星他们有一个探测器靠近了冥王星，发现冥王星的背面有一颗爱心的形状，所以后来这张图还特别火。对，有一个爱心的形状。你还有什么要补充？我想说一下关于星体间互相绕转的问题。冥王星和它那颗巨大的卫星卡戎总是同一个面相对，严格上来说，其实并不是卡戎绕着冥王星转，它们是共同围绕着冥王星和卡戎这个星系系统的质量中心点旋转。因为它们2个的体积比更突出，所以说我拿它们2个做比较，但是放到其他的行星系统上也一样。掌声送给他，非常棒。好，祝贺李家辉赢得了这一局1对1对战，将继续留在我们的站台上，在下一轮对战所有的猜想团成员。而这个时候，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韦坤杰，谢谢你。比赛的胜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这一轮环节中所学到的新知识，还有对科学的新的认识。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积分榜，陈坤宇仍然还是以5分排在第1位，林然3分排在第2位，韦坤杰和李家辉目前都积1分，但是他们都上到了我们的竞榜当中。比赛还在继续，希望你们后面能够把自己的名字投射到那个大屏幕上。祝贺2位，谢谢。品质智慧和悦，让汽车驱动梦想。本节目由东风汽车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我们的挑战升级，1对23，挑战开始。很不容易，李家辉。接下来就是展现你实力的时候了。对，也是展现我实力的时候。推我干嘛？咱们俩力气谁大？哎，试试看，试试看，我们俩互相推。这个是个物理现象，因为我跟你相比，反正质量上我是不占优势，所以在能量相同的情况下，但是有力量啊。呀呵。作为自幼习武的我，在学习了这个科学知识之后，我自己回去潜心研究，终于被我发现了中国武林绝学——隔山打牛的奥秘，就是能量的传递。你不信的话，我们找几个人来试一试，多找一些人嘛，找几个身强力壮的。来，家辉过来。
曹老师，掌声有请曹老师。找几个身强力壮的。哎，为什么喜欢科学的都这么精瘦呢？感觉。来吧，对，让他来。对，对，够了，够了。这样，我们组成一个团队，来把力量传导到小尼的身上。我们看看这个力量是不是真的是叠加的。您在他身上用劲儿，就您推他的背，他推我的背，然后你们3个依次，最后把力量传到我身上。我能不能把小尼推倒？好，试一下啊。就是你们4个一块来推我。是的。来，预备，准备好了吗？你说。预备。预备，用劲儿！用劲儿！用劲儿！哎，劲儿啊！用劲儿！你干什么？他直接扑到我背上。在我们4个人组成的团队里面，这是一个短板或者弱点。你到最后去，这样，再加一些人，再加5个人，好不好？啊！来一位观众来，欢迎欢迎欢迎！通过刚才的实验，我们发现，一定要把力传导在一条直线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把力往一个方向使，好不好？来，准备啊！预备，预备，发力！我自岿然不动。我们终于证明了我们这个队伍里弱点在哪儿了。但我觉得受伤最深的就是你。哎，好神奇！所以这个很奇怪，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将近我们有10个人左右的大男子汉，知道我的力量了吧？最后居然很难撼动小尼。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曹老师，您回到座位上以后，您给我们解释一下。当我们几个人排成一条线去推对方1个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特别错误的观点，以为是我们大家把我们的努力加到一起去了。对，其实我们没加上，我们只是10加到前方的那个人身上。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力的链条里面，任何有一个弱点的话，我们自己的链条先是被破坏了。当然，如果我们俩刚才调换一个位置的话，大概我轻松的就把小尼推走了。不一定吧？啊，那一定，因为我体重103公斤。实际上，我最后是跟他接触的那个点，所以如果这个点的质量够大，对我们吃亏吃在你身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引出我们接下来这道实验题。我们要找的是一位真正的大力士，而且他将挑战人类的极限。但是由于场地的限制，我们只能把这个任务交给场外的小鹿来带我们去见识一下。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认为任何比空气重的机械都不可能飞起来。直到20世纪初，莱特兄弟的第1架飞机的成功升空，才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的观点。今天，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我们也将寻找到一位大力士，去打破对于人类力量的认知。小孩啊，你叫许晋奇啊？啊，这不对啊！告诉我，大力士可是1.85米，200斤，特别有肌肉的呀。你有吗？有啊。哎呦，可以啊。身高体重报一下。身高1.45米，体重90斤。90斤，你确实是我要找的人。这个飞机平时你看咱们在机库里，要是想出去的话，得有车啊拉着它才能出去。但是今天呢，拉飞机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行。好，那接下来咱们就有请实验员为我们来完成拉力测试的装置，看你的啊，我看好你啊。我们实验员手中捧着的这个呢，就是一个拉力计。拉力计的上端呢是连接了飞机，下端呢就是小朋友手中拎的这个绳子的。一会儿呢，他将使劲的去拉这个，我们看看能不能拉动飞机。为了避免这个拉力器的自重影响我们测试它的这个拉力，所以说我们的实验员呢会捧着它，这样的话就没问题了。来，试试吧，大力士，到你表现了啊。好。
准备啊！3、2、1，走，拉呀！使劲儿！现在飞机可没有动哈。来，亮出你1.45米、90斤的体重，还有你的2头肌，使劲儿啊！来，展示出你最大的力量。走！哎呀，反正我是拉不动了。我先看看你的数值是多少啊？21公斤，还可以啊，这孩子20多公斤，13.7吨的飞机，用什么方法你就能拉动了呢？啊，我可以请5只大象，然后用鼻子一起勾这个绳子。5只大象挺贵呀，请得起吗？好，这样你看，我给你找一种方法，是不是？来，接下来我们就请实验员呈上我们神秘的实验道具吧。为了保证飞机和人员以及设备的安全，我们的机长和重卡的司机师傅都做好了相应的应急准备。哦，滑轮。现在我们的实验员正在进行道具的安装，分别是4对、8对和12对滑轮组成的滑轮组。那接下来呢，实验员将依次用绳子缠绕到每个滑轮之上，2组滑轮组之间的初始距离呢是在20米。滑轮组的一端依然是固定在了我们的飞机上面，另一端呢是在远处固定在我们的东风天龙智能网联重卡上，并且呢这辆重卡车呢是要拉紧了手刹，保持在原地。那接下来问题来了啊！问题来了，现在在我们的现场，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4对的、8对的和12对的滑轮组成的滑轮组。我们有请实验员拿上绳子，并为我们固定好滑轮组。有请。咱们也学一学这个滑轮怎么个穿法啊！实验员将按照场外实验的标准，对滑轮组的缠绕方式进行展示。滑轮组的一侧连接重达13.7吨的飞机，飞机轮胎和地面的滚动摩擦系数为0.02。滑轮组的另一侧连接用于固定的重卡，而小朋友能提供的最大拉力为21公斤。接下来我们要出题了，请我们所有的猜想团成员，包括我们的挑战选手，接受题目并发送猜想。在下列选项中，小朋友提供21公斤的拉力，我们至少要通过几对滑轮组成的滑轮组，可以拉动一架空载净重达到13.7吨的新舟60飞机呢 ？A 12对 ，B 8对 ，C 4对。跟摩擦力相关，这些参数在计算中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是小孩超过8个就够了。我觉得要12对。我觉得8对。请发送。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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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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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个 A， 剩下全是 B， 包括我们的挑战选手也是 B， 没有人选 C， 所以大部分认为选中间的比较靠谱。对。我来说一下我的理由以及计算。首先，这应该是一个受力分析的题目。这个小朋友在往前拉的过程中，它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拉力，而飞机为什么没有动呢？是因为飞机和地面存在着一个摩擦，那这个力就是摩擦力。而它是存在2种不同的摩擦，首先是静摩擦力，当静摩擦力达到最大值的时候，会转化为滑动摩擦力。而我觉得飞机应该动的那一刻是静摩擦力达到最大值，化为滑动摩擦力的时候。那么滑动摩擦力怎么计算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公式叫 F 等于μn。那么我根据题目中给的数据，首先飞机是13.7吨，那就是13.7乘以10的3次方千克。在地球表面的话，我们的重力加速度是9.8米每秒平方。我没有取9.8，我近似为10，所以我认为飞机对地面的摩擦力约等于 F 等于μn等于μmg等于0.02乘以13.7乘以10的3次方乘以10，大约为2740牛。这是飞机能够提供对地面的最大的滑动摩擦力。那小朋友的推力呢，要大于等于这个数字，飞机才可以进行移动。经过计算，我觉得应该是8对动滑轮可以提供足够的拉力，让它大于2740牛，使得飞机可以往前移动。李佳辉也挺强，知识面比较广，比较均衡。物理啊、化学啊、生物啊上面的掌握的知识也是非常的多。哇！
明白这个计算过程了吗？它的计算过程我非常清楚，因为跟我心里想的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你的计算过程当中，只要出一点纰漏，会不会有可能就对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啊？验证环节即将开始。正确选项到底是哪一个呢？现在现场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一会儿啊，你将站在咱们前方的这辆东风天龙智能网联重卡旁边，在那儿去拉动这个飞机，怎么样？现在咱们过去啊。来。好，看见这滑轮了吗？现在我们要验证的就是由4对的滑轮组成的滑轮组。我们的验证马上开始，准备好了没有，金奇？准备好了。来吧啊！拿起绳子，看你的了。答案到底是哪一个呢？准备，3、2、1，走！1，走！人类的能量将爆发出最可怕的。动了吗？没有动，没有动啊！现在还没有，使劲儿！我给你加油！1、2，使劲儿！1、2、1、2，走！啊！加油！加油！1、2、1、2、1、2，怎么样？还行吗？我有了！不，根本不行了。选项 C 排除。 4对滑轮组啊，完全拉不动。我们接下来要试的就是8对的滑轮组，感觉怎么样？感觉特别有信心。那接下来就交给你了，看你来验证了，好不好？好，加油啊！8对的滑轮组验证开始。在实验员准备道具的同时，小朋友正在场边休息，恢复体力。道具的准备过程约为40分钟。 8对的滑轮组已经安装完毕，现在近期已经按耐不住自己的洪荒之力了。来吧，听我口令，抓住绳索，准备，3、2、1，走，使劲儿，加油！现在还没有动，只要孩子能动，飞机就能动。 现在还没有动，现在还没有动，使劲儿！我给你加油！1、2、1、2、1，加油！现在还没有动，现在还没有动，2，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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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动了，动了，哇！ 动了，动了，加油，加油！哦！加油！往后仰，你会拉得更有力。走！ OK， 好了。哇，你猜一猜，你拉动的距离有多少？10公分。 10公分，有这么多吗？没有，自己看看。1米还要多哇！我们近期用一己之力成功拉动了飞机1米还要多的距离，那么这就验证了我们8对滑轮组足以使飞机拉动的。那现在我们的答案也出来了哈。那么按照我们提问的方式，正确答案就是至少需要8对的滑轮组。 就能够拉动我们的飞机，你答对了没有？恭喜我们挑战选手和我们的猜想团成员全部答对，各得1分。目前双方在这一环节战成1比1平。我觉得这道飞机拉力的题目是有一些难度的，然而大家有很多同学都答对了，我对猜想团成员的实力是得到了新的认识。曹老师。 力学知识大多是受自然的启发，比方说像弓的设计，
就来自于对树枝回弹的这样的一个观察。对于滑轮的使用，大致现在应该说2000多年前人类就注意到了，在我国的墨经里面就有关于使用滑轮的记载。这一点就是提醒我们很重要一个观点，就是说力是个矢量，就是既有大小又有方向，方向的改变非常重要。还有一点提醒大家不要小看了滑轮的研究。法国数学家达朗贝尔通过对滑轮的研究，提出了虚空原理。千万不要小看任何学问，任何学问都有发展的可能。经过这一轮之后，双方战成了1比1平。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5道题，我们将看一看李家辉能否成功挑战在座23位猜想团成员，成功守住他的擂台，进入我们最后的答题环节，加油！又到了这个环节，是目前我们的积分榜上排列第1的依然是陈坤宇，目前好像还没人能撼动他的位置，所以你们的第一目标是先站上来，而站上来只有一个办法，干掉他。我要竭尽全力能够战胜他们，成为留在下一期开场的擂主。你们23位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用5道选择题来考验一下大家。各位，请听题。体育精神在于不断追求更高、更快、更强。在追求更快的项目当中，男子短跑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人类在陆地上的极限。那么，在以下3个男子项目当中，以世界纪录作为参考的话，平均速度或者是平均速率最快的是哪一项呢 ？A. 100米 B. 200米 C. 4乘100米接力。开始。接力会有起跑过程。大家的选择结束，来看看。有不少的猜想团成员选择了 A， 挑战者选择的也是 A， 也就是说，大家认为男子100米是代表人类目前平均速度最快的一个记录，所以 A 是猜想团和擂主同时选择的答案。要么全对，要么全错。正确答案是，在男子项目当中，100米的世界纪录是9.58秒，200米的世界纪录是19.19秒，4乘100米的世界纪录是36.84秒。所以，如果算平均速度的话，最快的是 C 4乘100米。因为接力赛的接棒选手处于半启动状态，大家别忘了，100米选手是从0加速的，而接力选手他们是先跑起来之后把棒接上，这个当中大大缩短了启动的时间，所以4乘100米其实耗时比100米要更短。公布答案的时候是有一些遗憾的，我觉得不管比赛的最终结果如何，我应该关注的是下面一道题目。都没有得分，都没有得分，所以仍然还是1比1。接下来，请听题。我们倡导低碳生活，以下行为不属于这一概念的是什么 ？A. 多用燃气，少用煤。多用燃气。B. 纸张双面用。C. 多穿棉制品，少穿皮革，请作答。B 肯定是 A 啊 ，C 是因为食物链的问题。燃气多用煤是少用煤。纸张双面用。看看大家的选择。好，擂主选择的是 C。擂主选了 C， 这个其实挺迷惑人的，这几个选项。对，目前猜想团当中比例最高的也是 C， 和我们的挑战者选择的一样。那么要么全对，要么全错。对，但其实选择 A 的比例也挺高的。那究竟是哪个答案？祝贺选择 A 的朋友。多用燃气，少用煤，所以这道题目很遗憾，双方都不能加分。接下来的题目中认真审题，仔细答题。我们接下来看下一题。
一个实数，它的8次方、6次方、4次方、2次方都等于它自己。满足上述这个所有条件的数有多少个 ？A 1个 ，B 2个 ，C 3个。请回答。2个。选手们回答的比例最高的是 B。然后我们的挑战者选择的也是 B。正确答案：满足一个数的2次方等于它自己这个条件的数只有0和1，而这2个数也同时满足其他条件，所以 B2。怎么办？真的很难拉开差距啊！各加1分，仍然还是平局。希望能够在我擅长的领域多出一些题目，这样的话我可能可以跟他们答案不一样，然后取得正确。好的，这道题我相信一定能够让你们拉开差距，请听题。水蛭俗称蚂蟥，常潜伏在水草丛中，一旦有人下水，便附在人身上吸血，本人却感觉不到疼痛，因为它唾液中含有以下哪种物质 ？A. 核苷酸 ，B. 多糖 ，C. 多肽，请作答。撞到他枪口上了，他是学生物化学的。多糖、核苷酸和多肽的性质我是非常熟悉的。C。蛋白质不是多肽吗？来看一下他们的选择吧。擂主选择是 B。终于拉开分差了。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猜想团当中，最高的选项是 C。终于有答的不一样的地方了。正确答案是，首先告诉大家，蚂蟥具有药用价值。《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记载，其干成品炮制之后，中医入药，医治中风、高血压、轻瘀、闭经、跌打损伤等成效。近日，研究人员发现，水蛭吸血时你感觉不到疼痛，是因为它唾液中含有镇痛作用的神经毒素多肽。C， 回答正确。会特别懊悔，因为这个确实是我专业领域的生物方面的题目。这道题目按下那个提交键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答案是错的。我们成功的为猜想团加上1分。来看下一题。光线透过玻璃材质的放大镜可以被汇聚，那么把光换成超声波的话，会怎么样呢 ？A. 发散 ，B. 不变 ，C. 还是汇聚？请回答。那么它是 A 发散 ，B 不变 ，C 汇聚。好。各自的答案都显示出了，挑战者选择了 A， 猜想团的比例最高的也是 A。正确答案是这样：根据折射的定律，光在玻璃当中的传播速度比空气中慢，所以它穿过中间厚、两边薄的凸透镜，也就是我们说的放大镜，是产生汇聚效果的。与此相反，声波在玻璃当中的传播速度却比空气中要快，所以声音一旦通过凸透镜，它是发散的效果，它只有通过凹透镜才会汇聚，所以声透镜在声纳技术和 B 超的检查当中，我们都会发现它有所应用，它跟光恰恰相反。正确答案 A 发散，双方各加1分。经过5道题之后，现在答案已经揭晓。恭喜我们的猜想团成员成功的将李家辉挑落回了猜想席。失败是挺常态的一件事情，虽然我确实有一些心理落差，再有这个机会站上挑战台，希望以后的答题过程中我自己能关注细节，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尽可能做到保证准确率。接下来将会有2位今天答题准确率最高、速度最快的猜想团成员，在下一期率先站上挑战台。现在要公布他们的名字了，请做好准备。一位是李潇然，来自北京人大附中的学生。我对下一场比赛期待还是能一直站在上面，虽然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这24个人呢都是非常优秀的。
另外一位是来自香港大学的医学博士高旭元。李潇然虽然说他年龄很小，但是他懂得很多。觉得在下一场我们两个的胜率将会是5-5开。两位将在下一期率先站上挑战席，希望你们有机会把自己的名字打上我们的进榜积分席。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积分状况，仍然还是陈坤宇积分排名靠前5分，凌然排名之后3分，韦坤杰、李家辉以1分并列第3，祝贺他们。本节目由东风汽车独家冠名播出，人工智能生态汽车全新一代 AX7 来自东风风神。加油向未来第3季，我们将向太空发射一枚结合了对地观测功能和空间实验功能的公益科普卫星。现在我们正在面向全国的青少年进行空间科学实验的征集。经过权威专家评审团筛选之后，我们会挑出最适合卫星在轨开展的实验。热爱科学的青少年朋友们，打开你的脑洞，我们帮你把最好玩的实验送上太空。优秀的选手将有机会到火箭发射现场，见证这颗卫星的升空时刻。感谢北京交通大学物理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团队和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普团队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蓝箭航天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下一期我们将给大家准备更多精彩的实验，同时也有更多有趣的科学题等着我们继续我们本季的加油向未来科学之旅。感谢收看，下期再见。加油向未来，你的前方是星辰大海出发，趁现在你的纪念是脚下的时代。加油向未来空间科学实验征集令发布了，发送你的实验，专属卫星未来号，送它上太空。快来大声说出你的想法吧！加油向未来，我的实验上太空。我叫王一帆，来自山东青岛。我的梦想是未来能生活在电影《冰雪奇缘》那样的冰雪世界里，于是我发明了太空雪花机，把设计好的雪花机用3D 打印机打印出来，装上制冷片，在制冷片下面塞上羽绒给它保暖，把铝制换热器固定在制冷片上，扣上外壳，插上雪花头，盖上盖子，通上电源，它就能长出美丽的小雪花啦。妈妈说，因为地球引力和空气对流的现象，地球上的雪花都是小小的。如果在太空环境中没有这些影响，那雪花究竟会是什么样子的呢？请把我的实验送上太空吧。